嗨，大家好，我是尤文伴，你们俩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13期。这一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让你做的节奏千变万化。然后我们使用的一个plugin 插件是 Ableton Live 自带的，叫做 Beat Repeat。它是一个 audio effects。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Ableton 自带的所有的这个插件效果器类，它分两种，一种是 Audio Effects， 一种是 MIDI Effects。如果是 MIDI 的效果器，你可以看到它比较少，首先这几类，则它只能作用于 MIDI 音符啊。如果是 Audio Effects， 就是针对于音频的，则它同时可以适用于这种音频采样以及你的MIDI 信号，比如说这是一个 MIDI 轨，我刚才新建了一个 drum rack，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划几个啊，像这种 MIDI 音符 audio effects 也是可以作用的。那当它是 audio effects 的时候，就代表着说它不仅可以作用于鼓组，贝斯也可以。那所以今天我提前选了两类，我们一个一个来，先从鼓组来吧。先听一下这个鼓组原始的样子。就这个鼓组。那 Beat Repeat 如果你打开它以后，我们点开它，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操作，直接听一下效果的话，它是这样的。我们用这个东西可以实现让你的写的非常非常基础和简单的节奏来千变万化的。它的用法是这样的，从刚才的试听来看，你大概也能听出来，它会把你作用的第一个音符重复1、2、3、4、5、6、7，嘟嘟嘟嘟嘟嘟嘟，听一下。那我们现在可以介绍它的用法。这个 interval 我们可以往后放，我建议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把它设为 one bar， 这个不要动因为它指的是多久作用一次。你调成默认的 one bar 的话，就是1个小节它会生效一次如果后续你全调完了以后，你回来再调它。然后 offset这个 offset 你应该可以通过它的样子来判断出它干啥的。那现在我们 offset 是0的话，它就是这个小节的第一个声重复7遍。如果我们把它设到1的话，对，它同样是重复7遍，只不过它重复的是这个声，这个呜呜呜，它这儿有这么一个功能。mix ins 跟 gate 如果是 mix 的话，它是原本的采样和被重复的声音放在一起直接出来。如果改到 ins 的话，原始的采样还有，但是到了重复的地方，原始采样没有了，只有重复的地方。来听一下然后就是 gate 的话，则你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别的任何声都不响，只有这时候才响。所以我们先从 mix 里讲解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grid。这个 grid 是干嘛呢？它是在一个固定的10几分之一音符下来进行重复。就比如说现在它重复的将会是8分音符，就在这个时之内的8分音符。如果你改成比如说16分之一原来就是24。如果你调成256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类似于锯齿波的声音因为它重复次数太多了。所以我们把它暂时定为16分之一，然后往上延时然后这边有一个 variation， 应该是这么读吧。如果是0的话，它就永远恒定的按照你这个16分之一音符的这个次数来重复这样吧，我们先把它比如说调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
OK，variation 是0的话，它永远是到这儿它就会这样进行。如果你把它调到比如说4吧，对，这儿啊就会变化，它不再恒定按照1/16音符，而是怎么讲啊？或者这么讲吧，你调到10，你调到满，则每一次都不一样。调成10的话，听一下。Yeah， 其实通常调到3、4差不多了。OK， 然后接下来这个 chance 就是机会啦，概率了。调到100的话，就每次到这儿它会进行一次变化。然后你调到50的话，就是1半的概率。Yeah， 然后这个 gate， 这个 gate 跟 offset 它俩是比较重要的。这个 gate 就是重复的长度了。这样就很短啊，你也可以把它取的这个时值很长了。这样吧，我们先把 chance 调回到100，然后这个设到0，然后这样讲比较清楚一点。一般我会设为4，也就是说，如果这个 offset 我也设为4的话，这样它就会在一个 bar 里，它会完整的取一个1/4小节，这儿到这儿，听一下啊。OK， 像这种，如果你取的是非常明确，而且它的响度比较大的，你就可以把它设成这个音色。Yeah， 因为如果是 mix 的话，它会2个一起进行，就会音量会比较大。到这儿来试试。对，它会取的是这个这一点声，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你看，可以。然后这个 pitch 跟 pitch decay 是这样的，你可以把它们都推起来，然后你听。对，这样吧，选个比较明显的位置，这样听的那个 pitch 效果会更明显。就这儿吧。就相当于它还可以更改它的这个音高，对。当然这样它往往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奇怪，除非你专门在做一些优化，然后这个优化往往你就需要用到这儿了。它这儿有个 filter， 你直接可以选择被 repeat 的声音它的频率。然后它现在是这样的，我把它选成这样，它就只有对，好，我选成后面的话。它就只有比较低频的这一块。这样就很舒服。然后 volume 不用讲，就音量，然后 decay， 比如说你重复4下，然后它会逐渐的降低它的响度。如果你调到100的话，对，就慢慢听不到。我一般不太会常用这个 pitch。
OK，它这个东西所有的作用我们就讲完了。那如何让它达到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千变万化呢？特简单，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 LFO Max for Life，然后 FO，然后我们调到这儿，然后它的 rate 我们可以让它非常慢，然后 depth 调很小，因为如果它来回调很大的话，往往对不上拍子。对，这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 interval。这个 one bar 的意思就是一个小节它会触发一次，每个小节都触发一次啊。OK， 如果你调到 two bar， 2个小节它会触发一次，然后这时候我们上 LFO，LFO 我一般会作用的地儿呢，它就会在8、12、16、24、32，这32就有点多了，可以把这个 offset 往下拖那要往上，然后1/6、1/8、12/1、16/1。OK， 试一下。OK， 暂时先这样啊，然后我们再上一个，然后 depth 也不要太猛。这一个我们来作用的是这个 pitch，OK， offset 往下一点，拽到它的最低值是0，就是有的时候也让它别动，到附近 OK 可以。然后这个 pitch decay， 比如说我们开到然后再来一个，我们把已经有了的最小化。其实比较核心的就是这2个嘛 ，offset 跟 gate 嘛，就它俩比较核心的话，你主要还是在调它俩，差不多。然后再来一个到 offset 下，那这个 offset 就尽量让它移动的别太快，那还是3倍，试一下效果啊。我们把这个 group 一下，然后重命名为 bit repeat set， 一个比较乱的设定。然后接下来，由于它是 audio 的 effects 音频效果器嘛，然后我们试一下它在 bass 上的效果。这是这段 bass 的采样，然后我们把它按住 Option， 然后拖上来，听一下，我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我刚才自己试的时候没有试这招，试一下。我觉得比在鼓组上要棒。你任何东西你是一个吉他也好，你是个人声也好，任何东西你放上去它都会有这种效果。我们把2个搭起来听一下。OK， 有一地儿我不太满意，就是它这个 offset 永远不到0，它必须我看看这个 offset 它必须得到0上的时候，我看我现在是在 drum 这儿嘛，需要在 drum 这儿，因为如果你不到0的话，它的底鼓永远碰不到嘛，它底鼓永远是在第1下的嘛，那个咚，我还是需要让它偶尔有时候是咚咚，所以我看看应该是
offset， 我需要它有的时候到0，但是也别不起来了，你还是得起来的，朋友。OK， 这样试一下。对，因为如果你第一下永远不触及的话，则它听起来它的律动没怎么变。Drum rack 也是一样，我来试一下吧。我们找一个，做一个最简单的，然后来把它给909的采样。OK， 这是一个909的声音，最经典的。好多 techno 跟 house 音乐都是用909嘛，用的最多的。所以我们来写一个简单的鼓组，然后 snare， 然后第4下我们来一个 hi hat。那我们用它比较经典的 open hi hat 的声音吧。OK， 我们只让第4个 bar 是这样的。需要一个 rim。OK， 非常非常简单的基础的 techno 和 house 的一个，然后我们也不做任何修改了，也不会去进行什么设计了，就只是来吃饭嘛。然后我们还是上一个 beat repeat。OK， one bar offset， 然后不需要那么多，5个可以。那然后上一个 LFO， 让它作用在这儿。太快了，太快了，确实不行。然后 dash bass。当然啊，我不建议你老是在用 LFO 这样做。我们用 LFO 做只是演示说它可以在不用人为操作的情况下进行多大的干预。多数时候，我还是建议你，尤其是像那种909这种比较经典的声音啊，就不要做太多的这种。然后像这种，比如说你设上一个 4 bar， 它就会只作用1次嘛。好，我们2个 bar 触发1次。OK， 我们上一点 decay。2个 bar 触发1次。像这种909啊，这种鼓组比较重要的，你可以不用那么花哨，
然后像这种不太重要的一 bass 轨道，你就可以让它自己随便乱动。OK， 这样你就实现了你随意一个简单的鼓组，你就可以用这个 beat repeat 来让它千变万化。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技术分享就讲到这儿。用在 bass 上会跑到调室外去吗？雅佳问。会的，因为它这个 pitch decay 跟它这个 pitch， 它并不是在调室内进行，并且由于它是音频，所以你没法用这个 MIDI effect 的这个 scale 来确保它永远在调室内。所以如果你非常非常在意你的每一首歌的每一个 note 要在调室内的话，就不要用这个 pitch 跟 pitch decay 这个效果。对 OK，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我们先聊天。高中老师讲的也没什么区别，我都听不懂。这个节目还是留一个稍微比较高阶一点的音乐制作的这么一个教程，基础受众是已经可以熟练使用 Ableton Live 的用户。然后肉哥问马蒂尔达好看吗？特别好看，我觉得是《七木人生》做的最好的一个戏，一个引进的戏啊。这一次我看的那一场，里边有一个演员是那个演那个 Honey 老师的那个演员，他应该就是这个戏伦敦西区 Western 的原版的那个演员。哇，那个女演员有绝对音准，那种声听起来真是太好听了。就是有绝对音准的人，你是非常容易听出来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当他唱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说10几个字的时候，他总有那么3到5个字会轻微的高一点，或轻微的低一点，只是没有那么明显。马蒂尔达的那个演那个 Honey 老师，我看的那一场，他有绝对音准，每一个音都特别准，然后听起来就特别爽。而这个戏的整个的我主角配角演员都找得很好，然后戏非常棒。最近有出门看演出吗？打完8问没有，最近也很少出门，因为在家练乐器嘛，狂练钢琴，然后过2天还得练吉他和贝斯啥的。然后欧尼利亚问又到提醒放大的时间。对对对，谢谢提醒。每次好像都是你在提醒我进行放大，对吧？而且然后问梁老师，你知道刘柏辛吗？访问大象翻身大赛参加过，你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 Lexi 嘛，对，他前一段出了一个 MV， 特别棒，就是把自己赚的钱都花在音乐上了，所以就真的特好。然后当然派文哈维利10号演出很好看，我知道，好像那个 Basic 跟他去暖场了，什么还是 Basic 跟他一块演的，哈维利不错的。大王派我，你去看他的演出了吗？他最近出新歌了吗？日射山出之后的专辑，他有出完整的吗？说比你糖果那场还牛逼。OK， 他现在什么风格啊？就是还是加很多民族音乐的那种 trap 吗？山丘男孩最后一串 notes 是用乒乓 delay 了吗？忘记那首歌长啥样了，我想想。乒乓 delay 没有。如果用乒乓 delay 的话，你应该可以听得到它那个被 delay 的那几个 notes 是位置会逐渐往后的，它会有 depth， 它会有深度。我记得我好像是用手写了那个 bass， 我记得是非常多的一句话那样，对吧？好像是在1/64音符下写的，应该是我朋友的那首歌，但是具体我忘了。对，因为我自己做歌的时候啊，我是不太用 Ableton 的这些原声的 plugin 的。对，因为你明显你想做的任何一个效果都会有更好的选择。我用原声的 plugin 来做分享，就是这样，大家都可以用，也不必说花钱去买。你其实更多的观看的不是用具体某一个插件的技巧，而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你会逐渐明白说，声音是被这样玩弄的，你会有很多新的思路，这个更重要更关键一些。DDU5 说
你是多爱喝这种茶饮料？每次来都是这茶那茶。就我爱喝茶饮料，因为之前看了一下这个茶多酚搭配胡萝卜素对大脑是比较有好处的，而且像这种东西它比较缓释嘛。然后有云之入问 Spotify 歌单整理了之前每期推荐的歌曲哦，这太棒了，非常非常感谢。不成魔 Pimo 77问那为啥不自己泡茶喝？太麻烦了。就是你每次一杯茶喝完了以后，它那个茶的那个渣子清理起来特别麻烦嘛。肉哥问明日方舟第6章打了吗？打了，就是出的当天就打了。我为什么没发呢？因为我现在练度太高了，以后我已经不会再去就是整理每一个关的思路了。因为以前打的时候，我玩游戏晚嘛，它开服1个多月我才玩，所以我的练度不高，我就必须要整理思路，有时候就是在微博上分享分享。对，然后现在就练度太高了，所以就包括那个超难关，我觉得延续了第5章的那个传统嘛，也是第三个，我记得就1、2、4都是莽过去了，第3个好像死了1次，死了2次，第3次才打过。我现在应该是有14个干员满级加专3了。王金亮说为什么打的字发不上去呢？不知道，你查看一下是否是有敏感词呀、屏蔽词之类的。中文互联网世界现在已经满身的绩点了，这种行为啊特有意思，它注定会招致各式各样的大家心照不宣的代词出来。然后这个代词呢，用的次数多了以后，被广泛使用了以后，这个代词也会成为敏感词。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使用某一个敏感词，你使用它的代词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特别广泛使用的词来做它的代词，然后号召所有人都来使用这个代词，然后时间久了以后，这个代词也要被封。如此往复，很快所有的网站你会发现都没法打字了。那平台包括网信办，就包括就是上面的人们，他们也会觉得说我靠，这样搞下去不行的但是当然这是需要有一个量变才能引发质变的过程，但是这个行为我觉得本身特别的就是充满了反抗性、趣味性，特好。OK， 好，那我们暂时就先聊这么多。这礼拜我们进入到这个推荐专辑的环节。这礼拜2张专辑都是 Askusha，他是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2张。Coma 这一张的旋律性稍好一点，然后2025这一张的声音设计更飞一点，2张都可以。2025这张名字挺牛逼的，感觉他们要实现中国制造啥的。然后先来听 Coma 吧，2张的声音设计都很牛逼。我先讲一下阿什库沙，阿什库沙应该是英国裔伊朗人，对，类似吧。总之就是他做的音乐我都很喜欢。他还有一张，稍等，我点进他的个人页，我记得得好几年了。这张16年的，对，他每张专辑都小20首歌，每张专辑都非常有诚意。这首我记得我16年有一场演出，应该是在你好跳舞嘛，在 Modern Lab 那场演出。那场演出正场结束以后，有一个 after party， 我在那个 after party 里放了大量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我记得其中第1首就这个。我们要不要先听这首吧？好久没听了。Oh yeah。
大家是可以听到 beat repeat 的应用的，对吧？我觉得特别巧，就是 Ashkusha 的每一首歌里都用大量的 beat repeat。对，但当然它并不是针对的是鼓组或者贝斯，它针对的就是它的声音采样，大量的 repeat。而且就是今年做的这2张里也是大量的用这招，正好跟我们讲这个主题合上了。OK， 我们每首歌不放太久啊，否则这个节目时间被拉很长。这张呀，你再听听，刚才那首2016年的，对，我是2016年发现它的，然后觉得真棒。也大概知道意思。我记得有哪首？这张其实我印象不是特深。这张我印象深，这个2025。OK， 我们再切一首。哦，对，我忘了说，Ashkusha 它的音乐更多是使用软件做的，这一点我还挺喜欢。用软件做声音设计，确实是可能性更大的。
听它这个这个声，每次都是就是它有一个偏位的移动，从右边移到左边，每次都是。对啊，我大概知道它应该是它音器的那个 rate 那儿划了一个 automation，因为刚刚那个的那个地方的渐变有一个在中间位置变成应该是我想想看16%滑到了12%，又滑到了1/8的这么一个过程，Yeah。应该是从1/8下滑到了1/6，又下滑到了1/4。对，所以它是软件做的，然后那个爬音器划了一个 automation。对，OK，我们这张专辑暂时先这样，到2025，这张声音设计做超棒。这张就没什么太大的旋律性了，主要就是声音设计。然后我想想看，从哪首歌开始啊？你看，从 Sand 一直到就最后的大概6首吧，真是绝了！我靠，超喜欢。呀，大概就这样了。我们听我比较喜欢的几首啊。
然后这种听起来刺激的声音就好做，反而是前面比较难做。为什么就声音设计这种爽，就是只有这种歌你听起来的时候才愿意动动脑子去想它怎么实现的，而你往往就会想到很多种方式，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去试一下的话，你也不确定哪种是可以达到的。就是花了心思做的东西啊，肯定是更好的。呀，就是只有用软件才能做出音乐。你能你能听到他的人声的采样用的是跟16年里的同一段，那个音呀，对，只是他进行了其他的处理，但是你能听到他这3年其实用的是同一个采样来做出不同的声音。呀，我觉得这一首它应该是把那个多段采样都放到了 sampler 里，然后用同样的 notes，可能这个采样里又有一个 sub，又有一个正常的一个 synth，又有一个人声，然后他们都放到 sampler 里，无论是做分层也好，还是放在三轨里也好，然后用同样的MIDI notes 去触发它们，然后这样就能达成这种一起出来。当然，它每一个设定的混响跟 delay 的 decay time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咚出完以后，那个音尾巴那儿延续的声音就特别不一样。对我想说的就是 Dash Kusha 我唯一一个不太满意的地儿啊，就是它的混响，我觉得就是音质不太好。它的 reverb 的那个 decay 的那个音质，每一次我都觉得就有点让我觉得，哎呀，差点意思。因为明显感觉，首先它用的不是 shimmer 类的混响，也就是说，它用的应该也就是 Valhalla Room 或者 Valhalla Vintage。我感觉它的混响都切的有点太过了，就是只有一个固定频段，让我觉得就每次都有点不太过瘾。呀、再听一首吧。
我跟你讲，就是大概意思你就明白了，就是他这个做法爽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任意的去调制一堆声音，然后录下来，不停的录，然后你随便切出一片来，放到 sampler 里，然后再去用 MIDI notes 去玩，就感觉很爽。对，而且人家做这样的专辑可以活得很好。妈的，就是要做这种专辑，真的就是他，因为他们每张专辑都好几首歌，小20首。就你要让我做，我一年就是啥也不干，就天天在这儿，我一年也能出个50-60首。然后如果就是能赚到100-200万的话，那我也不用赚太多钱了，就够花了，又够买新设备的，也够日常生活，就天天做音乐，这该多爽。OK，我们不听了，就是反正这2张，尤其是这张，我特别喜欢，整个声音设计就给我舒服到家了。对，可能就是这张呢，我想想看，应该是这张是先出的，应该出完这张以后，估计一看那个反响不太好。对，然后这张肯定也是同期做了很多了，这张估计就是后加了很多旋律性的东西啊。我其实更喜欢这一张呀。这期的节目先到这儿，我看看刚才说什么。田野录音有喜好，田野是我的那个执行导演吗？然后前段时间给张指导做那个生田 AFI 短片的配乐嘛，那个还是挺花心思的。那个的，因为他拍完了他的 footage 就给我看了，然后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因为他用了一首别的配乐，就是一首成型的一个爵士乐的歌。然后我说那个歌你最好别全部用，因为你全用的话，整个的片子的基调就变得特别小资的那种。对，所以我建议就是后半段，就故事的前半段是一个风格，后半段再用那一段。然后前半段我记得当时做的时候是就轨道数很少，应该就4-5轨，但是每一轨，尤其是那个 lead 的那个声，我记得我好像就是做了巨复杂，叠了好多层，分层做了好多层。然后还有几个做氛围的是一个，应该是用了它的一个在那个游泳池里哗进到水里的那个声音，然后我把那个声无限的拉长，然后把它的 K 调低，然后用了低频的混响，然后让它那个低频一直鼓鼓的，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然后我是一个小伙伴说推荐你听听 Alan Moore 的音乐，好，我回去听一下，就是偏田野录音的音乐。啊，田野录音就是拿录音机去环境里采样的意思啊。OK，田野录音啊，我曾经录过，我想想看，哎，我那录音笔呢？对，我是有一个录音笔的，我有时候也会去采一些样的。因为采样这东西是这样，好多时候呢，我们老是使用这个软件或者硬件的方式去做出某一个声音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水流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去调混响，然后各种设计，然后挂上 vocoder，然后再过混响，哇，终于出来了那个水流的哗的声音。那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去采样一个水流的声音呢？我记得我朋友的那个 We Are Never Said Enough 的那个水的声音就是采的。Alan Moore 的声音设计超级棒，是吗 ？OK， 我会去听一下。我没有关注过这个人名，有可能我听过他的音乐，但是我没有记得他的名字。我去听一下。那如果完全没有听过他的音乐的话，那就更好了，就可以就听一个新的。OK，感谢你的分享。然后艾建豪说：“梁老师晚安，我吃饭去了。”OK， 大家都去吃饭睡觉去吧。今天我们先这样，下期再见，拜拜。